青梅校花为了我生吞了一条竹叶青，我不仅没阻止，还鼓励她全部都要吞下。周围人见状都认为我们是疯了似的。全球异变突然降临，所有生物都受到影响，开始异变进化。进化的强弱取决于在异变降临前最后吃下的东西。有人吃了蚂蚁变成蚂蚁人，能举起自身重量1000倍的重物，分泌性激素操控附近所有昆虫。有人吃了电鳗变成雷电人，体内可释放600伏以上高压电，还能远程放电瘫痪一切电子设备。而上一世我最后吃下的是羊肉包子，因此觉醒了长毛天赋，除了能创造羊毛抵御极端天气以外，没有任何用处。随着畸变的怪物们越发强大，我最后真的成了一个只能任人宰割的羔羊。由于暗恋我的校花夏婉柔在异变前吃了一只冰淇淋，所以觉醒了足够自保的冰血天赋。她本可以在异变后的末世地狱生存下去，却依旧选择死心塌地的跟着我，甚至为了保护我这个底层的废物，最后一起丧命在了异变凶兽的口中。前世我曾见过拥有盘古威能的巨犬，一吼之下能地裂山崩，而那也不过是古玩店老板圈养的土狗一点而成。好奇与机缘巧合之下，我从老板口中得知，那是土狗在保护他的时候误吞了一块不周山龙脉玉石，这才成为了翻云覆雨的大能。因此我重生回来后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找到城南的古玩店，东拼西凑才将店里那块不周山龙脉玉石给买下。至于为什么要强迫校花夏婉柔生吞她的宠物竹叶青，是因为前世夏婉柔的这条宠物竹叶青，便是受畸变影响化为了蛟龙。若不是在斗争之中输给了城南古玩店的他们圈，将来有很大概率能够进化成为五爪神龙。之所以要求生吞，这也是前世人类总结出来的经验，因为生吞获得的天赋效果最好。要不是自己的龙脉玉石人力无法切割，我都想同夏婉柔一人一半。如今就算是次一等的蛟龙，也远比夏婉柔前世觉醒的冰血天赋要强上几倍。面对我的坚持，夏婉柔神情复杂，一边是她深爱了好几年的少年，一边是她心爱的宠物，她心中纠结万分。可看着面前我坚持的态度，夏婉柔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，对不起了，小青，为了陈杰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夏婉柔一把抓住小竹叶青蛇，捏着舌头直接当着全班的面，像是嗦面条一般径直将其吞下。全班同学见状震撼到说不出一句话，疯了，都疯了！一个陈杰发疯就算了，校花夏婉柔竟然也陪着他发疯，直到夏婉柔冲到饮水机旁，狂灌下好几杯水，靠在墙上干呕不断之时，全班这才反应过来。我来到夏婉柔身旁，将她拥入怀中。此刻夏婉柔宛如天仙的俏丽容颜惨白一片，几缕青丝因疼痛导致的汗水沾连在了额角，显得无比娇柔可怜。陈杰，我做到了。夏婉柔痛哼一声，说话间嘴角流出了一丝丝鲜血。班内一直在追求夏婉柔，却一直被拒绝的舔狗高君浩看不下去了，滔天的怒意让他几乎眼前一黑。人刀马大常年锻炼，拥有一身剑术肌肉的他，当即踩着大脚步就冲了过来。陈杰，你该死！你明知他喜欢你，你还逼迫他吃蛇。他的怒喝堪比惊雷，吓得班内同学尽数一抖。而我看都不看高君浩一眼，只是拥抱着越发虚弱的夏婉柔，掏出手机看着屏幕上的时间，3、2、1。随着时间来到10点整，窗外一股蕴含巨大能量的光芒炸裂开来，耀眼光芒几乎让人睁不开眼。这场景只持续了一瞬，很快就消散。而冲过来的高君浩直接因为被闪到眼睛重重摔倒在地。强光乍现后，无形的电磁风暴便会在短短几秒内席卷整个太阳系。蓝星当然无法幸免，在电磁风暴的影响下，所有的电子设备将尽数报废，再也无法使用。人类引以为傲的导弹核弹，只会成为人类安在自己身上的定时炸弹。这期间，所有人都下意识向窗外望去，却一无所获。大部分人很快回神，只觉得无所谓。只有少部分人开始上网搜索消息，结果却发现手机完全没有信号。刚才是怎么回事？好亮的光，我手机没法上网了。我也是，这是信号塔炸了。高君浩从地上爬起来，重新怒气冲冲地朝着我冲来，语气之中充满了杀气。陈杰，今天我一定要替婉柔好好出出气。他常年锻炼，1.9米的壮硕身躯，肌肉十分明显。此刻众同学们都在心中为我默哀。然而当那硕大的拳头打向我之时，异变突生，原本明亮的天空几乎是在几息之间就由昼转夜，一丝血红色的光芒从天空洒落，太阳风暴导致磁场混乱，进而使天空颜色产生异变。就在这个异象突生的时候，我怀中的夏婉柔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。众人下意识看去，只见吞食了竹叶青的夏婉柔，此刻身显怪异，已然大变了模样。她的头上生出了一双龙角，闪烁着银色电弧，俏丽脸颊的四周有零星的清白鳞舔，平添几分妖异魅惑，背脊灵至肩胛，一条青烟缭绕的小蛟龙盘旋交错，青白色电弧接连不断，一身青白长裙鳞甲，鳞甲上下散发着淡淡青白光芒，将她的俏丽身姿紧紧勾勒显现，身后更是一条青白龙尾缓缓摇摆，好似电视剧中的异兽圣女。姓名夏婉柔，等级1阶，以太神兵，心灵长剑，以太神甲，
碧灵刀甲，以太战灵，碧月灵蛟，天赋碧霄神雷加翻云覆雨加碧霄神雷，施术者能够释放强大的青白色雷电，对鬼魂类、邪恶类生物有克制效果。翻云覆雨，施术者能够腾云驾雾，呼风唤雨。异变之后，夏懒柔的脑海中便多出了这些信息。此刻心思细腻的他隐隐约约明白了我刚让他吞噬的用意，却完全是为了他好。本就对我死心塌地的他，自然更加不能容忍有人敢挑衅我。他站到了我面前，只是伸出掌心就轻松格挡住了高君浩的那硕大的拳头。高君浩那一拳不光没有作用，反而在击中夏懒柔掌心的一刹那，就被夏懒柔碧灵刀甲之上覆盖的那层碧霄神雷灼伤了手掌。此刻的高君浩顿时惨叫了起来，死死掐住已经焦黑一片、散发着阵阵青烟的右手。夏懒柔连脚的鳞片逐渐隐没于皮肤之下，头顶龙角也迅速回收，恢复成了原状。他也被自己的力量吓到，急忙转身回到了我身边。虽然此时的我明明与之前毫无变化，但夏懒柔却明显感觉到自己在面对我时便开始触及灵魂的颤抖。那是弱小的生物面对天敌之时来自基因深处的恐惧。他隐隐有几分猜测，那就是我已经吞过其他东西了。夏懒柔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可这身心都想要臣服的感觉，让他本来对我的爱更加深切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模糊的人形光芒忽然从窗外闯了进来，光芒褪去，教室内竟然出现了一个浑身白骨穿刺的巨大鱼形异兽。其余人见状纷纷恐惧地跌坐在地，鱼形异兽环视一拳，便朝着学生群中扑了过去。那些被他抓住的人当场被撕成两半，血腥啃噬。原本只是略显凌乱的教室之内上演了一场大屠杀血，俨然同地狱毫无区别。班长江雅愣愣地看着这一幕，完全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为什么在2次光芒闪烁之后，整个世界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？他不知道的是，那些光芒和电磁风暴之中蕴含着奇异力量，两相结合之下就导致畸变的产生。只有心智足够坚定，能够抵抗住那些奇异力量侵蚀的人类，才会根据体内残余外物觉醒相应的超凡能力，也就是拟态神兵。高君浩显然是心智不够坚定的一个，在他愣神期间，也没能抵挡住奇异力量的侵蚀。狂暴诡异的能量迅速侵蚀至他全身的每一个角落，蠕动的血丝从他的皮肤之下钻出。不过短短2-3秒时间，高君浩就变成了一个长着细长尖锐的禽类爪子的异兽。伴随着激进穿透耳膜的猛禽嘶鸣，畸变的高君浩扭曲着扑向面前的女生，速度快到近乎产生残影，在一瞬间就用利爪将一个女生来了个透心凉。我看着高君浩异变的鸟人形生物瞳孔畏缩，那是血月妖鸟。血月妖鸟虽只是一阶怪物，但是它的速度奇快，锋利如刀的利爪加上那恐怖的速度，异变初期的一般人类遇到它，甚至可能连天赋异能还没放出来，就会直接被击杀了。除非是那些顶级天赋者能够在短时间内理解现状，活用天赋异能，才有存活可能。我念头闪烁间警惕地望向血月妖鸟，心中尝试唤醒自己的天赋神通，脑海之中立刻浮现出自己天赋信息：姓名、陈杰，等级1阶，拟态神兵，开天赋；拟态战甲4级5月甲，拟态战灵，鸿蒙清浊气，天赋开天辟地，分浊化清，混沌玄黄体，开天辟地，盘古血脉拥有开天辟地之威能，头顶天，脚踏地，天地之威也难以撼动。化浊分清，盘古血脉开天辟地将清浊一分为2，能够轻松破除虚妄。混沌玄黄体作为创世神盘古的血脉，能够从血脉上压制绝大部分生灵。看完这么强悍的天赋信息后，我信心十足。血月妖鸟吗？正好可以拿你是试手。随即我脚下一跺，黄金光芒从身上骤然发散，叮铃哐啷的金铁嗡鸣声响起，头顶黑金飞羽假帽覆盖住我的面庞，金色流苏如同火焰般于脑后摇曳，熠熠生辉的黑金色甲片似龙鳞一般覆盖满我周身每一个地方，让我本就高大的身躯更显空无有力。而在后背之上，更是有驳杂的青紫烟雾缭乱，宛如天神战将一般威不可挡。好厉害！拟态战甲刚召唤出来，一旁的夏懒柔看着我满眼崇拜，这是来自创世神盘古血脉的天然统治力，也是吸引力。原本那只正在抓同学的鱼怪此时停下了动作，调转方向，纷纷朝着我撕咬扑来。身旁的夏懒柔见状正准备上前，却是被我伸手拦住。过来。一旁高君浩所化的血月妖鸟狡诈无比，趁我和鱼怪僵持之际，嘶鸣一声猛然跃向了我的后方偷袭。
向后一步斜跨，同时手中动作翻转，转推为拉，利用拟态战甲加持下的恐怖力量将鱼怪拉起，像是抡球棒一般砸向了正飞扑过来的血月妖鸟。砰的一声巨响，鱼怪那丑陋的巨大身躯嵌入了墙壁之中，而血月妖鸟凭借身体的灵敏，在即将被压住的瞬间借助翅膀躲了过去。随后我再次一斧斩杀了鱼怪，并从鱼怪体内取出来一块洁白的金块。在前世，这种金块被超凡者称为灵晶，只要吸收灵晶，超凡者就有机会能够进阶，这是最快且稳定的进阶方式。但并不是所有变异兽都能够产出金块，只有极少数才能从变异兽尸体内产生低阶的灵晶，至于高阶的更是凤毛麟角。不过相应的，越是体内灵晶品质越高，变异兽的实力就越是强悍。世界就是这么残酷，弱肉强食，强者自有更强者前来猎杀。念及前世，夏婉柔对自己的生死不弃，想到自己已经觉醒了盘古血脉天赋，我便将这灵晶给了夏婉柔。拿到眉心处，用意念吸收。光芒散去，夏婉柔手中的灵晶已然消失，而她整个人都看上去清新脱俗了起来，皮肤更为白净，眼神更为清澈，一头长发也更加乌黑发亮，身上的气质也更加高贵。而这单单只是外表观感上的，实质的天赋能力的增长则比之更甚，到达了2级觉醒者。在这个全球异变之初，2阶觉醒者的实力已经能够应对大部分危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阵凄惨的求救声从教室外传来：“求求你们救救我！”外面还有幸存者。异兽开始集结了。记个前世，学校就是因为学生太密集，许多学生都激变成了异兽怪物，学校也因此出现了一支异兽怪物大军。纵然现在觉醒开天赋，在面对数以千计的异兽怪物时也是无力。不要傻站着了，赶紧搬来桌椅，将窗户和门堵上。可是，是小薇，是小薇啊！教室里的班萧芊芊认出了在异兽大军前方逃命的小薇，那是她的室友，更是闺蜜。此刻教室外的小薇身上已经没有一处是完好的，凄惨的模样令萧芊芊瞬间同情心泛滥。一瞬间，萧芊芊来到教室门口，伸出双手准备推开挡住大门的桌子。就在这时，我瞬间来到萧芊芊身边，死死拉住她，咬牙道：“你想让我们大家一起给她陪葬吗？”陈姐，你什么意思？小薇她都快要死了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请开门！全球异变，人类的秩序早已崩塌，任何一个失误都有可能招致丧命，更有甚者殃及他人。做英雄，你有那个本事吗？只有强大的自己，才是自己的英雄。陈姐，你怎么会这么冷漠绝情？冷漠，绝情。好啊，既然你觉得我冷漠，那你就去自己做圣母。说着，我直接打开门，一把将萧芊芊推了出去，随即又将门给轻轻关上。陈姐，我错了，陈姐，我刚才也是一时心急，求求你放我进去吧。走廊外的畸变怪物和异兽们见到哭喊的萧芊芊，顿时瞳孔发红，面露馋色，随即一拥而上。而教室内的其他人则是一个个都噤若寒蝉，缩在角落中，听着走廊外异兽们扑食争抢的声音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我站在门后，面子紧绷，待会一旦有畸变怪物冲进来，我就打算拼死一把，再不济也要把夏婉柔给护送出学校。在怪物们蚕食完萧芊芊的身体之后，走廊外面忽然间陷入了沉静。我将头伸到了门口的小窗处，透过玻璃可以清晰的看到，原地只留下了一滩血迹。那些怪物这时候全部都奇异的匍匐在了原地，瑟瑟发抖，好像在害怕着些什么。按照正常走向，这些怪物在吃完萧芊芊之后，下一个目标应该是教室里面的我们，而不是待在原地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夏婉柔手里紧紧握住长剑，出声问道：“陈姐，外面发生了什么情况？”一旦有危险，他愿意第一个冲出来保护我。我转头看了一眼夏婉柔，现在还不知道，先不要动，看看情况。
我话音当落，教室外面开始出现了奇怪的脚步声，一步步向着教室的位置靠近。这脚步声每动一次，就仿佛在敲动在场的人的心脏一次。是赵小璐的声音，她不是今天请假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她怎么来了？而且她不害怕外面的怪物的吗？她不会和高君浩一样变成怪物了吧？要找就找高小丽啊，不关我事。对，都是高小丽欺负的她，不关我们的事。之前跟赵小璐同一个宿舍的女生窃窃私语起来，她们好像之前对赵小璐做过什么亏心事。我将手中的盘古斧紧紧握在手里，不管赵小璐是来寻仇还是什么，如果她敢对自己和夏婉柔动手，我会毫不犹豫将她解决。开门呀，我的小姐妹，你们不是很喜欢跟我玩吗？看到你们了，小璐，你原谅我吧。原谅？你有想过今天吗？现在让我原谅你，真是一个好笑的笑话。赵小璐目光一冷，大门瞬间自动关闭。我看到这一幕，不由心中诧异。吃下了蜘蛛，精神念力一阶巅峰。高小丽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拿起地上的一个桌腿冲到赵小璐面前，一棒子敲在了赵小璐的猪腿上，然而却好像是打在了钢铁上，一点伤害都没造成，反倒震得桌腿都掉在了地上。赵小璐感应到了高小丽的攻击，嬉笑地将高小丽凭空拎起，强大的念力将高小丽死死困住，任由她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。很快高小丽就失去了呼吸。赵小璐随即将目光放到了我和夏婉柔身上，两个觉醒者在赵小璐的眼中完全就是美味佳肴。赵小璐，我看你是丧心病狂啊！我握紧了手中的开天斧，随时准备战斗。本来我还是不打算和他产生纠纷的，在变成怪物之前，赵小璐也是一个苦命人。但现在你打错了主意。心爱的利爪受伤，让赵小璐陷入到了癫狂的状态。一道道粗壮的白色丝线从嘴巴里喷涌而出，上面还附带着一块块淡绿色带有腐蚀性的粘液。这是赵小璐变异之后特有的蛛丝攻击。蛛丝布成一张大网，向着我的方向直接刺来。我眼中闪过一点金芒，体内的气息疯狂运转。如此大范围的攻击，在这么狭窄的空间内，想要闪避基本是不可能了。也正好趁这个机会试一试我觉醒的天赋。随即我身上迅速升腾起一道道金光黄色的气息，不一会就缠绕在了手中的开天斧之上。我手持开天斧向天一竖起，周围的空间都开始震动，整层楼房都仿佛地震了一般，房间里面的桌子不停动，周围的窗户也纷纷崩裂。就在蛛丝即将要将整个人包裹住的时候，我这一斧头斩了下来，开天斧散发出惊天威能，直接劈在了蛛网上面，仅在一瞬丝丝崩裂，根本无法阻挡犯罪。轰的一声，斩裂蛛网之后，开天斧直接斩在了赵小璐身上，顿时赵小璐的身体直接破开了两半。陈杰，你有没有事？我温柔地摸了摸夏婉柔的头，这个丫头还是和上一世一样这样关心自己。随后我将击杀赵小璐遗留的晶体收了过来，这个晶体上白色里面透露着一丝红光，这应该是一颗出界灵晶。根据上一世的记忆，我也大致记得灵晶的品质，
品质从低到高分为第一列，初阶、中阶、高阶。我握住这颗初阶灵晶，意念一动开始吸收，一道白光便渗入到了我的身体之中。顿时我感觉浑身舒畅，整个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好像在呼吸一般，身上的气息已经增强了一大截。不愧是初阶的晶体，一下子便让我进阶到了2阶觉醒者巅峰。由于我身上有混沌玄黄体的天赋，吸收了晶体之后提升也比其他人要强上不少。在末世前期吸收一颗初等晶体，一般人可能就只能够提升到2阶初级觉醒者，而我则是直接提升到了2阶巅峰。不过伴随着觉醒者等级的提升，后面需要的灵晶数量只会越来越庞大。小杰，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？我们已经觉醒了，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继续提升。在末世当中，觉醒者拥有能力的同时也是怪物们眼馋的食物。以后随着末世的进行，怪物不断捕食人类和同类，会不断进化。我们遇到的怪物只会越来越强。为了活下去，我们必须不断提升。末世充满了残酷，弱肉强食。为了生存，我们必须努力提升，不然只能一辈子躲在下水道，沦为怪物的粮食。我明白了，怎么提升我不太懂，但我会守护在你身边，一切威胁到你的都必须铲除。随即我拉起夏婉柔的手准备离开，班里的富二代黄天这时候站了出来。陈杰，带上我，我爸是光耀集团董事，只要你没保护好我，本少保证你可以享受无尽的荣华富贵，你想要多少钱都可以。这都末世了，钱你觉得还有用吗？还真是天真。陈杰，你个穷鬼，爸妈走得早，打着散功上的学，你……还没等黄天把话说完，我面色一寒，吓得黄天顿时清醒，将声音收了回去。我不再理会他，带上夏婉柔走出了教室门口。同学们经过了简单的讨论，从教室拿了几个桌腿、扫把之类，纷纷跟到了我背后。他们走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不行，我们必须活下去。我们跟上陈杰，这样还能活。对，这种情况也只能祈求陈哥带带我们了。察觉到跟上的同学，我也并没有出手轰走。一来是毕竟也是老同学，跟便让他们跟，不要惹恼我就行。二来这么多人肯定能够引来不少怪物吧。引来怪物，我正好利用这些同学杀怪升级。随后我来到了学校的便利店，将里面能够食用的食物通通装到了背包。其他同学也懂收物资，但是也只敢收主要的。扫荡整个便利店装了2大包，我才肯离开。以前的体育委员林诗雨这时谄媚的跑到了前边。陈大哥，我身体壮，让我帮您拿东西吧。你跟嫂子只管走路。林诗雨点头哈腰，满脸渴求。见他这副模样，反正拿着东西也重，便给了他。不过只要他敢有半点反叛，我会立刻抹杀他。我们一行人刚出便利店就被一群人围住，我正眼一看，来人正是6班的班长赵虎。这个赵虎在以前就已经嚣张惯了，在学校可以算是出了名的恶霸，经常欺负年纪低的同学，多次被学校批评。你们识趣的还不乖乖把东西放下？我们老大可是觉醒了异能的人，怪物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就在不久，赵虎成功觉醒了天赋，帮助6班不少人脱困，同时收揽6班存活的同学作为小弟。我闻言皱了皱眉，你们6班的人还真是嚣张惯了。这东西是我自己收集到的，凭什么给你们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赵虎脸色一怒，握紧了双拳，紧接着身后出现了2片巨大的翅膀，上面还显露着一块块白色的斑点。看来这个赵虎在末世降临之前，应该是吞了一只7星条虫，这才会有这种变化。赵虎身后的翅膀猛然抖动，整个人就像一颗陨石一样冲向我。他的观察力还是可以的，一下就认出来了，我是他们的队伍的老大。找死！我手轻轻一抖动，开天斧顿时出现在手中。我可是已经到了2阶的存在，让你看看我的实力！我双目紧盯着赵虎，丝毫不慌，手中开天斧紧握，一道寒光闪过，直取赵虎面门。开天斧砍在了赵虎的铁手上面，坚固的爪发出了尖鸣的声音，因为承受不住力量倒退了出去。赵虎神色沉重，双手有些发抖。小子，有点本事，再来！啊！你敢伤害小杰？还没等我出手，夏婉柔从一旁杀了出来，她身上覆盖满了鳞甲，手中的长剑雷霆闪动，长剑直指赵虎。当的一声，夏婉柔长剑点在赵虎的钢手上，发出了尖锐的声音。这次的攻击十分凌厉，而且还附带雷霆，直接将赵虎的双手烫得发红。你们夫妻混合手打，实在是无耻！赵虎的小弟打抱不平，可就被夏婉柔瞪了一眼，小弟就只能躲在赵虎身后。婉柔，
你先退后休息，交给我。我站到了夏婉柔身前，正好想要试验一下自己的天赋，正好试试二阶巅峰的威力。小杰，夏婉柔担心的喊了一声，见我如此坚定的站在前面，不再多说。他想做什么，我就在身后守护。不要以为你们已经赢定了，等我杀了你，再好好对付你身后的小妞。我还有底牌。一把破斧头不可能突破我的防御。好一个乌龟盒子！不可能！我的防御，我可是专门的防御天赋，竟然扛不住他一斧！陈老大，我们之前是被赵虎蛊惑的，现在这个家伙可算是死了。现在我们跟你混，你就收了我们吧。今后我们一定为您马首是瞻。不在乎，但可以为我引来怪物。后期稳定了，也可以组建势力。起来吧。好，谢谢陈老大。下一站是医院，那里有一个前期的 BOSS， 想快速提升，就得挑战更强的怪物。这些人正好可以吸引怪物。漠视多管闲事，不是好习惯。紧急新闻：由于莫名的磁暴出现，不少人类和动物发生了畸形变异。专家建议，在这个阶段，每个人最好躲在家中，不要出来随意走动。畸形怪物的出现，没用多久就已经惊动了荣国高层，立即做出了反应，对畸形怪物进行研究并执行行动。可惜，等到方法出来，人类已经死得七七八八了。不过这些还轮不到我操心，等到末世后期只会越来越难以生存，只有不断提升到极致的人类才有活下来的资格，甚至能够利用这次畸形变异获得传说之中的永生。我带着小队向的市医院进发，刚走了一会，忽然听到了一阵喊叫声。转头看去，只见在一辆冒着浓烟的小车，正压着一个戴着眼镜的青年男子。这男子看见我们之后竭力呼喊求救，然而我只是冷漠地看着男子演戏。你们不是学生吗？怎么这么冷漠？这是一个向着蜥蜴方向变异的蜥蜴魂，仅凭气息上能判断比之前的赵小璐强多了。这么多学生，终于可以饱餐一顿啦！陈哥，他怎么现在才变异？刚才还是正常人。应该是蜥蜴怪本身的天赋吧，能模仿人类变成想要的模样。偷袭还行，正面战斗占不到便宜。竟敢不怕我！乖乖成为我的盘中餐吧！怪物，滚远点！好狠辣的小鬼，一会儿慢慢享用你。
小月，缠住他！好卑鄙的女人，放开我！天雷！蜥蜴怪惶恐的瞪大眼睛看着眼前即将到来的雷霆。他在这个地方蹲伏，这一小段时间也遇到过觉醒者，但是都轻易的被他解决并且吞噬。可他没遇到过像夏婉柔这么变态的，竟然能够引动天雷。夏婉柔从天上看见蜥蜴怪惶恐的神情，嘴角不由勾起一抹微笑。这可多亏了陈杰哥哥在末世降临之前给他吃了竹叶青，不然他现在就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小绵羊。长剑重重的点在了蜥蜴怪身上，强烈的白光从长剑和蜥蜴怪之间散发而出。片刻之后，白光消散，夏婉柔玉指紧握长剑，盯着正前方。这蜥蜴怪没死，呵呵呵。蜥蜴怪弯着腰，沉重的喘着粗气。吃了夏婉柔这一击，他身上的鳞片渗出一丝丝血液，有那么一刻，他感觉浑身的鳞甲都要被活生生剥落。幸好他拥有觉醒天赋赤炎蜥甲，赤炎蜥甲能够短时间内大幅度提升鳞甲的防御力，加上蜥蜴怪依靠在这个位置示人，已经达到了2阶巅峰，哪有那么好杀？该死的，敢伤我！没变异前被老板压迫，现在成怪物还要被压迫，我不甘心！死！你们给我死！夏婉柔战斗经验还是太缺乏，一下子就使出最强杀招。本来以为一招稳杀，没有想到对方的境界比他还要高出几许，同时拥有防御天赋。这一击下来，不但没有将对方击杀，反倒让自己陷入了被动的境地。小鬼，精疲力尽了吧？现在到我了。再来！你以为还是我对手？我可是2阶巅峰！给我去嘎吧！还轮不到你嚣张！我雄浑的声音在此时响起，太天斧同时飞出，直接斩在蜥蜴怪前进的路上。臭小子，敢拦我，一爪撕碎你！哦。你也是2阶巅峰，开天立地，你杀不了我！锋利的开天斧瞬间割裂蜥蜴怪的身体，紧接着一颗紫色光团从蜥蜴怪的尸体上蹦了出来。这种气团我认识，这可是提升李泰战灵的宝贝。鸿蒙清浊气出来吧！我向着前方的紫色气团轻轻一指，一道玄黄气息从我身上激射而出，这股能量极为霸道。刚一出现，周围的人都被他的光芒刺得睁不开眼。清浊气看到紫色气团之后，兴奋地冲了过去，嗖的一声将紫色气团卷住，不一会气团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完全被鸿蒙清浊气吞噬。吞噬完成之后，鸿蒙清浊气的气息又强大的几分，部分能量从他的身上反馈给了我。而且更奇怪的是，我感觉身上多了一样东西。握了握手，心念一动，忽然身体上就长出了一小层鳞片，而且上面还散发着淡黄色的光芒。这是蜥蜴怪的防御天赋。我暗暗吃惊，这鸿蒙清浊气不仅能够反馈能量，甚至连对方的天赋也反馈给了我。老大，太厉害了！一斧头就解决了，老大威武！大哥，蜥蜴怪躯体留给我们，搞个烧烤。蜥蜴怪身体，想吃就吃吧。谢谢大哥。其实人类在末世当中吃一些怪物的躯体，也能够得到一些好处，体质都会比一般人强一些。不过我对这些怪物有抵触，并不打算食用。这时候天色也渐渐晚了下来，周围的光线开始变暗。我随便找了一个酒店，简单将里面的一些普通怪物清除，就已经能够入住。我住在2楼，其他的同学为了自己人身安全，宁愿躺在2楼的走廊外面，也不肯跑到其他楼层。刚住进房间里面，我便听到了窗外传来一阵热武器的声音。将窗帘掀开，远远望去，一个武装小队正在拿着机关枪，不停扫射着冲向他们的怪物。武装小队一边射击一边向着这个旅馆撤。
我在房间内看着这些人眉头一皱，这些人将这些畸形怪物向着我这个方向引来，会给我带来不小的麻烦。对方为首的彪形大汉掏出来了2个手榴弹，用嘴巴将保险咬开，猛然一挥手将手榴弹丢到了怪物群里面。呼，手榴弹发出巨大的轰鸣声，也正是因为这轰鸣声，原本在疯狂进攻的怪物愣了一下。利用这个短暂的时间，这小队的8人推开了旅店的大门，闯了进来。几人利用旅店的2个窗户架起了机关枪，继续对怪物群进行扫射。不少同学因为好奇，从2楼楼梯口的位置探出头观看，这里还有人。带响小队的一个刀疤立即发现了几个同学，被这么一喊，几个同学迅速缩了回去。不过他们已经被发现了。老八，上去看看。为首的男子对着旁边的一个矮胖子拍了拍，而他继续阻击怪物。那叫老八的矮胖子得到指令，提起手中的冲锋枪冲向了2楼。他刚到2楼，立即发现了围着我房间外抱团的学生，看见里面有几个姿色不多的女同学。嘿嘿，这还有这么多小美人，这可有的我们的兄弟几个爽了。矮胖子舔了舔嘴唇，举着枪瞄准了这几个同学。这几个同学哪里见过真枪，一下子就被吓坏了，纷纷向着我的房间门缩。都围着一个位置，难道里面还有好东西？滚开！还有这等美女，还有这等美女，哈哈哈哈！老子赚大了！喂，你老子滚开！不过是个学生，下下就尿了，拿枪指着我，我这辈子最讨厌别人拿枪指着你又怎么样？我教你放开那个小妞，你耳聋吗？现在她是我的了。我不想再见到她。哈哈哈哈！算你小子识趣，小美人儿，跟着我混吧，哥带你在这个末世活下去。夏婉柔并没有就此停手，紧接着便走下了2楼，大手一挥，将矮胖男的尸体丢到了小部队队长前面。小队队长气得浑身发抖，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，砰砰砰，一道道火线向着夏婉柔的方位冲去。可惜这些普通的热武器在夏婉柔看起来都太弱，子弹的速度在她的眼力中被放大了好几十倍。她只是轻轻地扭动身体，便轻松将这些子弹一一躲过。该死，他是觉醒的怪物！大哥，我们快撤吧！你可以嘎了。解决这个小队，他刚想回到楼上休息，忽然一道恐怖的吼叫声在旅馆外面响起。我听到动静走到了1楼，转头望去，一个蛇身鸡头的变异怪从黑暗之中走出来。刚才这里的打斗将他吸引了过来，令他没想到的是，这里竟然有我这样的美味。在前期，一个2阶觉醒者是他这种高级的畸形怪物最好的口粮。又来麻烦了，我眉头一皱，蓦然间开天斧出现在手中，一脚猛踏地板，身体便消失在了原地，下一秒就直接出现在了鸡头怪身旁。这个鸡头怪已经达到了3阶初期，在末世前期算是顶尖战力了。他看见我就好像是看到了食物一般，原本还得意洋洋，可当感应到我的速度之后，他彻底慌张了。鸡头四处寻找我的位置，还没等他锁定我已然出现在了他面前。开天辟地，我二话不说，开天天赋立即发动，凌厉的斧头向着鸡头直劈而下。鸡头怪物反应也算是迅速，历经有头用他坚硬的口气抵挡，然而他连抵挡都做不了。我的开天斧就如同劈开竹子一般，瞬间便将他的鸡嘴劈成了2半。在吸收了蜥蜴怪的能量之后，我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现在的我想要突破到3阶觉醒者，随时都可以。鸡头被劈开，鲜血喷涌而出，不一会这个鸡头怪便倒地身亡。婉柔，这个鸡头怪，你用拟型战灵吸收了吧？它属性还算不错。以太战灵吸收了鸡头怪之后，夏婉柔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，顺利来到了2阶巅峰。只可惜这个鸡头怪没有产生灵境，不然的话，我们2个人至少有一个能够提升到3阶了。回到2楼，我换了个房间，洗了个热水澡，将身上的污渍全部洗去。这一天忙活，全身都脏完了。洗完澡之后，浑身舒畅。夏婉柔说自己害怕，硬要跟我一起睡。等我洗澡出来，发现夏婉柔已经躺在了床上。夏婉柔穿着的是一套蚕丝睡衣，非常的轻薄，露出一双修长而葱白的玉腿，侧躺在床上，玲珑有致。我怎么说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，看到这一幕，浑身感觉热血沸腾。你就这样睡了，被子都不盖？
在前世夏懒柔都没有这么主动，可能在这一世受到了盘古血脉的影响，夏懒柔对我异常主动。第二天清晨，这时候旅馆的电视台还是能够正常工作的，夏懒柔被我折腾累了，便打开电视观看，上面播放的是世界各地受到畸形变异者的各种影像，画面上各种飞龙走兽在不断掠食着人类，浓烟滚滚，四处都是人类的哀嚎声。在末世降临之后，没有觉醒天赋的人就是这么悲惨，而人类当中觉醒超武的人也不少，这些人几乎都加入到了龙国的军队当中。电视台上不少超武战士站在了人类的前面跟畸形怪兽战斗，并不是所有的超武战士都像我这样的只想着自己的私人恩怨，无论是在前世还是现在，超武战士加入了军队的基本上都充满了正义感，就连我对于他们也是敬重的。这些为了保护人类而勇于奉献自己的军人都值得敬重。当然畸形怪兽也并不是个个都那么好对付，现在只不过是一些虎级畸形怪兽，人类超武战士还是能够勉强应对，要是遇到等级更高的畸形怪兽，他们可能就对付不过来了。畸形怪兽的等级也有明显的划分，其中分别为狼级、虎级、鬼级、龙级和神级。像是之前遇到的普通畸形怪兽基本上都是狼级甚至以下的，对大部分觉醒者造不成太大的威胁，但是等到遇到虎级别的那就没有那么好对付了。虎级的畸形怪兽基本上能够造成大量伤亡的危机，到了鬼级别那就更恐怖了。上一世我就遇到过一个鬼级，这种程度的畸形怪兽能导致一个城镇毁灭的危机，等到了龙级别，可能整个龙国都会陷入到危机当中。上一世我还没有见到过龙级的畸形怪兽，至于神级那更是只是传说，像这样的畸形怪兽出现，处理不好整个人类都会被它毁灭，像这样的存在根本不是普通的觉醒者能够处理的，除非我能够继续提升到更高的品阶，以我的天赋觉醒，对付神级这样的畸形怪兽应该问题不大，天赋那都是无限成长型的。末世的第二天，全球上面的畸形怪兽比昨天在炼钢道来肆虐的更加严重，仿佛整个世界都陷入到了地狱当中。交代好同学们先在这里等待后，我则带着夏婉柔向医院的方向前进，前期的 BOSS 级别的畸形怪兽才是我的目标。费了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，我终于来到了记忆中的医院。根据之前的记忆，记得这个位置有一个初期 BOSS， 等级应该是达到了虎级，以我现在的实力，不出意外是可以对付的。推开玻璃门走进了医院内，里面的空间非常大，但已经空无一人。这时医院内忽然响起了一道尖锐的声音，我扭头一看，一个混黑色的双头犬向着我冲来。这只双头犬双眼通红，身形竟然有一个小汽车一般大小，它的速度非常快，犹如一道闪电一般，不到片刻就冲到了我身旁，张开利爪想要一爪将我撕碎。见恶犬袭来，我丝毫不慌，甚至没有任何的动作。畜生东西滚开！随后我们继续向前内走，可刚走了一会，就嗅到了一股极为危险的气息。医院幽暗的走廊里面传来了一道道刺耳的声音，听着很像是老鼠的声音。这些小老鼠一死，原本医院走廊深处再次发出了一阵滋滋的尖叫声。不一会，在我的正前方就出现了一个硕大的老鼠人，它浑身长满了老鼠的毛发，双眼通红，一双利爪上面填满了泥污，如果不细看真的看不出来这是人变异之后的生物，好臭！夏婉柔捂着鼻子嫌弃的道。老鼠 BOSS 一出现，整个医院都充满了浓烈的腐臭味，这种味道更像是发酵了的臭鸡蛋，十分刺鼻。别说是夏婉柔了，就连我都有些反胃。3阶中期，大概就是人类学觉醒者的3阶左右。按照危害等级，也就是个虎级。老鼠人看见了我之后变得更加狂躁，刚才就是我杀了他的子孙，他必须为子孙们报仇。于是老鼠人狂躁地蹬起后脚，如同离弦的利箭一般冲向了我。这老鼠人体型庞大，力量十足，冲击起来的时候能够感觉整个医院都在颤抖。当老鼠人使用利爪向我横向劈砍，而后被我的开天鼠轻松拦下，这一点让老鼠人震惊不已。他可是3阶中期的存在，本以为这一爪子下来我不死也得脱层皮，然而我不但没有受伤，反倒是将他的攻击抵挡下来。3阶中期的畸形怪兽也不过如此。这一脚下来，我就感觉是踢在了钢板上，没想到老鼠人的防御力这么恐怖，我内心暗暗震惊。不过即便没有撼动老鼠人，我也借着力道将自己和老鼠人的距离拉开。老
老鼠人吃了我一惊，虽然身形没有太大的波动，但也暗暗吃痛。这个人类是他至今为止遇到最强的人类，必须尽快铲除。于是老鼠人四足都趴在了地上，用一个极为诡异的眼神看着我。正当我还在疑惑的时候，一道诡异的声音从老鼠人的肚子里面传了出来。我手握着开天斧进入警戒状态，预档告诉我这个老鼠人没有这么简单。果然，仅在刹那间，老鼠人的那双小眼睛忽然红光大放，一个深红色的领域在老鼠人的身旁急速展开，我甚至都没来得及闪退，这领域已经将我整个人覆盖了。红光过后，我睁开眼，看见眼前奇怪的景象，这是一个幻境。看来这一次我又遇到了精神类型的异能，这种异能真的是防不胜防。现在的我正处于一个普通的居民房间内，什么东西？我眉头一皱，紧接着对着旁边的墙壁挥出了一斧头，开天斧的锋芒落在房间的墙壁上，竟然造不成丝毫的伤害。这就是小 boss 的幻境天赋，试试鸿蒙轻薄器。鸿蒙轻薄器能破除虚妄，按理说应该有用，除非这里不是幻境。我在这房间内四处打量，这里杂乱不堪，衣服和各种东西胡乱堆放，怎么那么像是一个死宅的空间？我往里面走了2步，立即就看到了一个油腻的胖子，正在使用电脑和其他的女人聊天。可是等到他打开视频的时候，对方女生尖叫了一声：“你这么丑，怎么好意思出来见人呢？滚啊！果然玩游戏的都没一个帅的。”难道只有帅的才配活在这个世界吗？而我这种人只配在下水道活着。说罢，紧接着油腻胖子身体开始膨胀，并且开始长出来杂乱的老鼠毛，原本扁平的嘴巴开始变得尖长，嘴巴上面的獠牙开始缓慢生长出来。不一会，他就变成了刚才我在外面世界看见的老主人模样。原来如此，这是老鼠人变异前的回忆空间，难怪清觉器没用，这不是幻境。是不是像你这样长得帅的人才配拥有爱情？我不配吗？说话！他能打到我，我打不到他。这太诡异了。此时在领域外面，我陷入了短暂的昏迷之中。老鼠人兴奋地在外面看着陷入呆滞的我。在他发生畸形变异之后，他这个天赋就没有人能够从里面挣脱出来过，无论是普通人还是觉醒者，这也就是他这个前期 buff 强大之处。老鼠人趁着我躯体僵硬的时候，猛然发动了攻击。别想伤害小杰！雷霆威能成功阻挡了老鼠人的攻击，他被迫退后了2步。他属于怨念类型的畸形变异，和之前的赵小璐差不多，所以对于雷霆这样的东西都比较害怕。不过他也没有把夏婉柔放在眼里，毕竟他可是3阶觉醒者的实力。被挡住攻击的老鼠人一脸怨恨。在他一声尖叫召唤之下，一群小老鼠从暗处跑了出来。这些小老鼠都带着一个青绿色的眼睛，牙齿的位置都冒着一阵阵的青烟。这是老鼠人的其中天赋之一——剧毒鼠仔，能够召唤3个到10个充满剧毒的小老鼠。确定目标之后，小老鼠将会主动攻击，那几个小老鼠就盯上夏婉柔的位置。小月，出来！小月，干得漂亮！此时在领域空间之中，我一边躲着老鼠人的攻击，一边寻找反击的机会。这是精神攻击，只能靠鸿蒙轻启一启，这样试一试。开天辟地！开天辟地！
你想跑到什么位置啊？你的速度再快，能快得过我的斧头？5级小 BOSS 才有的特殊晶体，有了它，今天就能突破3阶。至于黄色的是老鼠人的一滴精髓，服用之后能够使觉醒者体质得到极大的提升。我拥有混沌玄黄体，本来体质就是无敌，再使用这个东西只会让我的体质变得杂，倒不如给夏婉柔使用。于是我将这一滴精华送给了夏婉柔，直接滴在皮肤上面就能够使用了。看到闪着金光的精华，夏婉柔眼中都是好奇。按照我说的做，将精华滴到了她的小手臂位置。这一滴精华一接触到夏婉柔的手臂，立即就渗透了进去，顿时一股燥热感从夏婉柔身上升起。小杰，这个精华好奇怪，我感觉血液都被调动了，我好热。夏婉柔面露潮红，娇媚地说道：“现在她就好像是自己被一把火燃烧了一样。”夏婉柔娇嗤一声，召唤拟态战灵来帮助她吸收身上多余的精华。在战灵吸收下，很快她就恢复了正常。经过这一滴精华的洗涤，夏婉柔体质直接提升了一个档次，加上她本身就有龙灵护体，现在3阶初期的怪物基本上对她构不成威胁。在老鼠人身上的青色光芒，这是最为关键的东西，也是为什么我一路赶来寻找这个小 BOSS 的原因。我将青色光芒握在手中，开始感悟，不一会脑海当中就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法诀。我跟随着法诀念叨，很快我的身上就开始出现了和老鼠人的一样的领域。不过我的领域可不太一样，老鼠人的领域是由于他的怨念和自卑形成的，而在我感悟了这种领域的使用之后，我的领域是一种杀伤能力非常强大的领域，杀神领域。其他人一旦进入到这个领域，就会立即被周围发出来的刀光剑影斩灭，而且这个领域随着我击杀怪物的数量越多，威力也就会变得更加强大。身旁的夏婉柔感受到了这个领域之后，即便是体质已经得到提升的她，身体都会不自主的微微颤抖。小杰，你这个是什么东西，怎么这么厉害？夏婉柔出声问道。这么强横的东西她还是第一次遇到，这个可是我的秘密武器，等到天黑了再告诉你。我一脸坏笑，神秘兮兮地说。此时外面就下起来了瓢盆大雨，不一会地面上就覆盖满了雨水，雨水之中掺杂着的枪炮声，还有人类的喊叫声。在医院大门处往外看去，不远的地方正有一个小队持枪或者用的刀枪对付着一小群怪物。这些怪物和之前遇到的怪物有些不同，整体的外形就像是一个篮球，它们特殊的地方就在于散发着蓝色的光芒。远处一个人类成员被其中一个怪物抓住，瞬间浑身体软，紧接着就被怪物活活吞噬，连惨叫声都没有发出。这东西我认识，活祭灵。这些活祭灵是有庞大的怨念体，散发出来的能量附着在不同生物上，然后这些生物在末世发生之后就会发生畸变。这原理和夏婉柔吞噬竹叶青然后发生变异是一样的，只不过他们是被逼吞下强大怨念体的怨念，最终发生变异。这种活祭灵数量庞大，而且战斗方式特殊，只要被他们沾染到，身体内的能量和生机立即就会给吸收，而他们吸收到的能量都会反馈到主体身上，所以想要彻底消灭他们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找到主体，将主体彻底铲除。前面的人出手相救一下，我们龙岩公会一定会有报答。前面的人出手相救一下，我们龙岩公会一定会有报答。雨水之中跑在他们小队的一个妖艳女人向我这个位置发起了求救，我当然也听到了，然而我并不打算理会。见我没有反应，那妖艳女人心中升起了怒火。好，既然你不肯相救，那我就把这些怪物引到你位置，我看你出不出手。往医院撤！果然不一会，大量的活祭灵也跟了过来。这个时候再不出手，等到活祭灵包围过来就危险了。好，这么玩是吧？我眉头一皱，以我为中心，杀神领域徐徐展开，向着小队的方位包围。不是想要我出手吗？现在就出手！那小队看到我出手，兴奋不已。其中一个走得最快的越过妖艳女子，第一个冲在了前往医院的前面。可是还没等他走几步，顿时仿佛陷入到了一个恐怖的领域之中。他双眼瞪得浑圆惊恐，我看着我，眼神之中仿佛有求饶的意味。可惜已经晚了，这场景看起来既恐怖又诡异。大家别退，这个医院方向有问题！妖艳女子惊恐是大喊。原本向着医院方向冲来的小队成员顿时停下了脚步，他们也看到了刚才冲在的最前面的男子的下场。现在谁还敢向前？医院位置有问题，后面又有怪物追踪，顿时这个小队陷入了一种极为尴尬的处境。大姐，这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不想死啊！大哥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就看在我们小队同为人类的情况下放我们一马吧。
我们身上有不少晶体，得救之后全部都是你的。与其让我们被怪物吞噬，还不如给大哥你享用。得救了！感谢大哥出手。灵晶呢？出手一是为了清麻烦，二是为了灵晶。都在这儿了，都在这儿了。还真不少。你们这么多灵晶都不用的吗？留着过年？这是我们要上交组织的，现在被你截胡了而已。上交组织？你们还有组织？短短2天，已经有人建组织了？那是当然，我就是属于龙岩公会的，我叫火狐。你知道追着你们的东西是啥吧？当然知道，这些都是活祭灵，只要被缠上，基本上必死无疑。你们在什么位置发现的他们？护基已经不够了。你不会是想要找到他们的本体吧？一般人听到活祭灵都想跑，你居然主动问原始地。对，没错，这里有10颗灵晶，如果你们带路帮我找到本体，这些就是你们的了。拿我们的东西给我们当带路费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可以是可以，但是我们只负责带路，其他的事情概不负责。空手回去肯定被责罚，我拿到灵晶赶紧开溜，稳赚不亏的买卖。不怕你们跑，敢跑，片刻击杀。带路吧。好强的阴寒气息！就是这里面，一路上会有不少活祭灵，你帮我们清除一下。刚才被追杀，都有阴影了。一念之间的事。这个棺材里面的角色肯定不简单，保重！人类，你当真敢挑衅我？有什么不敢？给我滚出来吧！人类，你找死！打扰本尊休息，你的死期已经到了。还没完成进化就被我打断了。你找死！这一下，3阶觉醒者就没了。速度不错，你不是普通的觉醒者。为了补偿我，成为我的食物吧。想吸我？闪灵，去！
就这么？是你逼迫我的。纪灵王仿佛是下定了一种决心，嘴巴之中吐出一团团黑雾，顿时席卷了身前的全部区域。我连忙后退，黑雾携带着强烈的腐蚀性，方台纪灵王前面的一片平地都被这些黑雾腐蚀出来3、4米的大坑。仅是片刻之后，黑雾之中的纪灵王身体表面皮肤主动将黑雾吸收，之后纪灵王身体开始闪着红光，不停的膨胀，气息也在节节攀升。就纪灵王狂化，原本只是觉醒者4阶初期的水平，直接暴涨到了4阶巅峰。就在这时，纪灵王闪身到我面前，一根硕大的触手瞬间拍下，我连忙闪身躲避。原来待着的地方大地寸寸皲裂，巨大的碎裂的石头四处纷飞。趁着对方拍空的间隙，我反手一斧头下去，开天锁的利刃正劈在了纪灵王的触手上，一声清脆的撞击声响起，这宛如砍在了钢铁上一般。这一斧头没起到任何的作用，甚至连对方的表面防御都没有能够破除。强大的反震倒是将我震得双手发麻，连连后退几步。还没等我喘息，纪灵王的另一根触手从天而降，带起了一道道罡风。这时我已然是躲闪不及，2道鸿蒙清浊气主动护主，在我面前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防护罩。强大的撞击声响彻天穹，这一拍彻底将我震飞了出去。我站起身，呼吸了2口气，体内热血翻腾，仿佛是这样的战斗才能够将体内的盘骨血脉彻底激发。我将鸿蒙清浊气和开天斧融合，甚至杀神领域也加上，仅在一瞬间，开天斧发生了质变，滔天的杀意在他身上迸出，浑身闪耀着嗜血的红光，看起来非常恐怖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纪灵王的攻击也再次袭来，一根比之前更加粗壮有力的触手荡起狂风，对着我面门直轰而下。我向右一闪躲过一击，同时在空中翻转，身体带着斧头如同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。开天斧猩红的颜色照耀整个公园，开天辟地，开天斧毫不留情贯穿了纪灵王的触手。这一斧头轻松切开了纪灵王的身体，同时将他的触手斩落，大量的黑色血液从他的伤口处喷涌而出。纪灵王第一次感觉到了疼痛，换了一根触手再次向我拍来，我也不躲，正面一斧头与对方正面战斗。公园内响起了一阵阵的碰撞声，3分钟不到，纪灵王浑身已经伤痕累累，加上沉劫杀神领域的特殊性，纪灵王的躯体一直没办法恢复，他身体的血液在一点一点的流失，身体的强度也在慢慢减弱。整整打了5分钟，纪灵王身上的触手尽数被砍断，大部分只剩下半截。这时的纪灵王彻底陷入了下风，纪灵王怨恨看了我一眼，嘴巴吐出大量的黑雾，紧接着他的躯体迅速缩小，想趁着这黑雾的掩护快速逃跑。想跑，我锁定了纪灵王的位置，一个位移来到了他面前，举起斧头由上而下一斧头劈下，纪灵王的躯体瞬间被我劈成了2半。